想象一下，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前有两条路，一条看似平坦，另一条布满荆棘。你会选择哪一条？如果我告诉你，那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可能是通往财富的捷径，你会相信吗？你可能会问，这怎么可能？别着急，接下来的内容将彻底颠覆你对吃亏的认知。我们将探讨8种看似吃亏，实则暗藏巨大财富机会的情况。这些洞见不仅来自世界顶级企业家的亲身经历，还融合了最新的财富心理学研究成果。第一，被占便宜时能忍。在商界和生活中，一个常见的观点是吃亏是福。这意味着有时候被占便宜或吃亏可能导致更大的利益。这种看似矛盾的策略其实隐藏着深刻的商业智慧和人生哲理。在中文里，忍字的含义非常丰富，既有忍耐的意思，也包含了忍受和隐忍的层面。在商业教育中，忍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接受，更是一种三思熟虑后的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基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当前情况的深入分析。在商业活动中，能忍一时之气，往往能够看到更大的机会。例如，一位企业家可能在初期的合作中选择忍让一些小利益，以此建立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为未来带来更大的合作机会和利益回报。忍耐可以帮助建立和维护关键的商业关系。当别人在交易中占了便宜，选择忍耐并不追究，可以留下宽容大度的印象，这在商业世界中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产。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忍可以是一种策略。通过暂时忍让市场的不利情况，企业可以保存实力，伺机而动，抓住更适合的机会，全力以赴。忍耐不仅仅是商业策略的一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品质。心理学家研究表明，能够忍耐短期不利情况的人，往往拥有更高的情绪智力和更强的心理韧性。这种能力使他们在面对挑战和压力时能够保持冷静，做出更敏捷的决策。亚马逊在其早期选择以亏损的方式低价销售产品，忍耐了多年的财务压力。这种策略最终帮助亚马逊建立起了庞大的客户基础，并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实现了规模经济和市场主导地位。许多成功的投资者在股市低迷时期选择了持股不动，忍受市场的短期波动。他们的忍耐往往在市场回转时获得丰厚的回报。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被占便宜时保持忍耐，实际上是一种考虑未来、投资未来的行为。这种看似吃亏的忍耐，最终可能转为巨大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吃亏是福的说法在商业和个人发展中依然流行，因为它背后的智慧和策略是通向成功的重要一环。2. 受到挫折时能停。在赚钱的道路上，挫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陪伴者。但为什么那些最终赚到大钱的人总是坚持不懈，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也能挺下去呢？首先，我们得认识到一点，成功不是一帆风顺的。像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电灯前的无数次失败，或是 J.K. 罗琳在多次被拒稿后仍然出版《哈利波特》的故事，这些例子无不展示了一个道理：真正的成功往往根植于持之以恒的坚持和对挫折的耐力。为什么坚持就能赚大钱呢？首先，持续面对挑战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学习和适应，积累了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技巧。这种学费虽然昂贵，却是通向高收益不可或缺的投资。想想看，一个刚学开车的新手与一个有10年驾驶经验的老手，谁更能在繁忙的交通中游刃有余？显然是后者，因为他们在无数次的紧张局势中学会了如何应对。再者，挫折还能够锻炼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如同股市投资者在市场低迷时仍然选择持股待涨，而不是慌忙抛售，最终等到市场回暖获得可观回报。这种心理的坚韧不拔正是赚大钱的重要心态。而且不要忘了，每一个挫折都是检验和筛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不够坚定、容易放弃的人逐渐退出，留下的往往是最具韧性、最能够把握机会的人。如同巴菲特所说，只有当潮水退去，你才会发现是谁在裸泳。这些坚持下来的人，最终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把握住那些只属于坚持者的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两个创业者都在尝试开发一个新产品。当面对技术难题和市场不确定时，一个人选择了放弃，而另一个人选择了继续研究和改进。最终，坚持的那个人不仅解决了问题，还成功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说坚持能带来大钱的原因，它让你有机会去实现那些只有不断尝试才能达到的高峰。让我们回忆一下比尔·盖茨的名言：成功是一个糟糕的老师。他又使聪明人认为他们不会失败。这句话揭示了一个真理：伟大的成就往往源于过人的挑战。而在金钱的世界里，这种挑战表现为一次次的挫折和失败。总之，赚大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活动，更是一个心理和情感的历练。每一个决定坚持的瞬间，都可能是你向着更大成功迈出的一步。因此，下次当你面对挫折时，问问自己：我是选择现在的小舒适，还是未来可能的大成功？选择后者，你就已经在赚大钱的路上走得更远了。记住，每一个选择坚持的今天，都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坚持下去，让挫折成为你赚大钱的垫脚石。3. 遇到困难时还能笑。在商业世界的风风雨雨中，有一种能力被许多成功人士视为金钱无法买来的财富，那就是遇到麻烦时依然能够保持微笑。这种看似简单的行为，实际上蕴含了深刻的心理智慧和战略思维。那么，为什么那些赚大钱的人在面对挑战时可以笑对困境呢？心理学家长期研究表明，笑能显著降低人的压力水平，提高情绪。当面对商业上的挑战和困难时，保持幽默感是可以帮助人们冷静地分析问题，避免情绪化的决策。如马克·吐温所说，幽默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赚大钱的人往往懂得这一点，但是他们使用幽默来维持团队的士气，促进创意的产生，从而在看似不利的情况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例如，理查德·布兰森在面对热气球冒险失败时，总能以幽默的方式处理问题。这种态度不仅帮助他保持积极的公众形象，也使他能够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布兰森本人曾说，幽默不仅能够救你于水深火热，还能直接提升你的生意。其次，笑对困境能够增强领导力。一个能在压力中保持幽默感的领导，能够鼓舞团队成员，增强团队的凝聚力。这种领导风格让团队成员感到更加轻松和自在，进而更愿意在工作中发挥创造力和积极性。如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所示范的，尽管面对重大压力，他们依然能够通过幽默和激情来激励团队，推动苹果公司创新发展。再者，能够在麻烦时刻保持幽默的人，通常具备更高的情商。他们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也懂得如何通过情感的正面影响来管理人际关系。这种情感智慧是商业成功的关键，尤其在需要与各种背景和性格的人打交道的商业环境中。比如沃伦·巴菲特就常用幽默来化解复杂的投资概念，使人们易于理解，也更容易接受他的观点。此外，笑对困境还能够展示一个人的自信和能力。
在商业上，这种态度能给投资者和合作伙伴传递一种信号，即使在逆境中，这个人也有能力和自信掌控局面。这种信心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支持和资源，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机会。如迪士尼的华特·迪士尼曾经说过：“我爱小的人，因为他们不仅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也能够让别人住进去。”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那些在遇到麻烦时能够笑着赚大钱的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释放压力，增强团队合作，提高情商，最终将挑战转化为成功的机会。4. 熬得住孤独。在追求财富的路上，孤独常常是那个被低估的陪伴者。许多人憧憬着赚大钱的辉煌成就，却往往忽视了背后那些必须独自面对的挑战和决定。那么，为什么那些最终赚到大钱的人一定能熬住孤独呢？这其中的原因既深刻又充满启示。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孤独是创新和深度思考的温床。正如尼采所说，孤独者的思想是最清晰的。在创业的过程中，那些能够冷静下来，远离喧嚣，独立思考的人，往往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他们不受外界意见的干扰，能够更清晰地评估风险与机遇，做出更有利的抉择。举个例子，想象一下华尔街的那些成功投资者，他们的决策往往需要在绝对的隐私和独立思考中进行。这不仅是因为害怕信息泄露，更是因为他们需要在没有外界干扰的环境中对市场进行冷静的分析和预测。如沃伦·巴菲特所说，我在奥马哈的办公室更远离纽约的喧嚣，这对我做出投资决策非常有帮助。其次，孤独还是成长和自我反省的必经之路。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失败和挫折，而在这些时刻，独处成为了一种必须的自我对话的方式。它允许人们反思自己的选择和策略，从错误中学习。正如比尔·盖茨每年的思考周一样，他会独自在一个偏远的小屋中思考过去一年的决策和未来的方向。而且，孤独还能增强个人的心理韧性。在今天的商业世界里，常常需要做出一些不受欢迎或与众不同的决策。在这些时刻，如果不能忍受孤独，很容易因为寻求他人的认同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如同史蒂夫·乔布斯在苹果公司早年的挑战，他曾说，创新有时候意味着说不对1000件事。这很孤独。另外，孤独也是领导力的试金石。当你处于领导地位时，很多决策需要你独自承担。这种从众中脱颖而出的勇气和能力是每个成功人士必须具备的。如杰克·韦尔奇所说，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不是你在会议室的表现，而是你在独自一个人时做出的决策。在这条寻求财富的路上，孤独不仅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会。它让我们有机会深入地了解、明确自己的目标、动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真正有效的策略。正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所言，如果你不能独处，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因此，下次当你感到孤独时，不要急于逃避。记住，那些能够在孤独中坚持下去的人，往往能够在财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所以，让我们学会拥抱孤独，让它成为通向成功的一座桥梁。如此，我们不仅能赚到大钱，更能赚得一生的智慧和成就。5. 吃过被人冤枉的亏。
在赚钱的道路上，走冤枉似乎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坎。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选择退缩或怒火中烧，但那些能够赚大钱的人往往选择另一条路，吃下这个亏，并从中学习和成长。首先，被冤枉可以是个检验自我修养和心理承受能力的好机会。当面对冤枉和误解时，一个人的真实品质、耐心和智慧将真正被考验。这种情况虽然极为不公，但也提供了一个展示领导力和冷静应对挑战能力的舞台。想想乔布斯在被自己创立的公司苹果解雇的经历，这一被广泛报道的事件在当时看起来像是对他人格和能力的极大冤枉。然而，乔布斯并没有沉沦于怨恨，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创立了 NAS 和皮克斯，最终以一种几乎是传奇的方式回到了苹果，带领公司走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这段经历充分展示了如何将被冤枉的苦涩经历转化为推动自己向前的动力。其次，被冤枉还能提供强大动力，推动你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在金钱的世界里，往往那些被低估和误解的人，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实现了逆袭。当沃尔特·迪士尼最初提出要制作一部全长动画电影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甚至有人预言他会因此而破产。但迪士尼坚持自己的梦想，结果《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的巨大成功彻底改变了动画行业，也证明了他的前瞻性和创新能力。此外，面对冤枉的过程中学到的经验和教训是无价的。在这种压力之下，个人的应对策略、人际关系和决策能力都会被迫提升。这种锻炼经常是难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正如富兰克林所说，没有金刚钻，怎么能揽瓷器活？被冤枉的经历虽然痛苦，却能塑造一个更为坚韧和智慧的商业人士。再者说，从被冤枉中恢复过来，还能带来一种强大的个人品牌。一个经历挑战，依旧坚持正义和诚信的品牌形象，这种品牌力量往往能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和客户。因为人们倾向于与那些能够在逆境中保持品格的人做生意。综上所述，被冤枉虽然是一种很艰难的经历，但也提供了一次心理成长和证明自己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能够赚大钱的人都学会了在被冤枉时保持坚定，从中寻找成长的契机。所以，下次当你面对冤枉时，不妨试着问自己，这能成为我成长的催化剂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已经在走向成功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6、吃爱情受挫的亏。在通往成功的路上，不仅是职业挑战会对我们的耐力和毅力进行考验，爱情的苦涩也常常成为我们成长的一部分。对那些赚大钱的人来说，爱情受挫似乎是一种难以回避的亏。首先，爱情受挫能教会我们关于人性、关系和情感的深刻课程。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心碎是生活给予我们的伟大启蒙者。在爱情失败的阵痛中，我们不仅学会如何处理个人情感，还能学习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平衡和尊严。这些教训对于任何企业家来说都是宝贵的，因为管理一个成功的业务不仅需要智力，更需要情感智慧来处理与合作伙伴、客户和员工的关系。其次，经历过爱情的挫折后，许多人会找到一种新的自我驱动力。就像乔治·伯纳德·肖所说，一个没有痛苦的灵魂是没有灵魂的。在个人生活中的挫折常常驱使人们在职业上寻求更大的成就，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例如，许多成功的艺术家和企业家在经历过重大的个人失落后，常常有惊人的创作和创新突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要从痛苦中寻求释放，也是因为他们通过工作来重建自我价值和信心。再者，
爱情的失败也是自我反省的机会，它迫使我们面对自己的不完美，评估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行为和选择。这种反省可以转化为职业生涯中的自我改进和成熟。自我认知的提高使得一个人在商业决策上更为谨慎，更能预见并管理风险。此外，爱情的挫折还可以加强我们的独立性。如同希腊哲学家艾比克泰德所言，自给自足是最大的财富。当一个人在感情中受挫后，他们学会了不依赖他人的批准和支持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和目标。这种独立性对于那些需要独立思考和行动的商业领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总之，虽然爱情受挫可能是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之一，但它也是成长和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教会我们关于人性、自我反省和独立的重要课程。这些都是任何寻求在商业世界中赚大钱的人不可缺少的资质。所以，下次当你在爱情上遭受挫折时，尝试从中寻求成长和学习的机会。这可能正是你走向更大成功的开始。7. 吃过不公平的亏。在追求财富道路上，遭遇不公平的待遇似乎是无法避免的挑战之一。很多成功人士会告诉你，他们在达到巅峰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吃了亏。但为什么这些看似不公平的亏实际上对他们的成功至关重要呢？今天我们就来探讨看看不公平的亏究竟如何成为赚大钱的奇迹。首先，面对不公平的挑战可以极大增强个人的心理韧性。成功的道路从不是平坦的，面对挑战和不公正的待遇时，那些能够保持冷静和坚持自己目标的人，往往能够从中学到如何在逆境中成长。这让我想起了托马斯·爱迪生的名言：我从未失败过，我只是发现了10000种不行的方式。爱迪生的这种坚持和从挑战中寻找学习机会的态度，是任何企业家成功的关键。其次，吃亏能够提供宝贵的学习机会。当你在商业环境中遭遇不公平对待时，这通常是因为你的竞争对手利用了一些边缘的策略，或者因为市场存在某些不完善之处。通过这些经历，你可以学习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如何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内优化自己的策略。比如史蒂夫·乔布斯在苹果初期被迫离开时，他没有放弃，而是利用这次经历来反思，并最终创立了 Next 和 Pixar。这些都为他日后重建苹果并推动其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此外，不公平的亏损还可以帮助建立领导力。在你被不公平对待时，你的反应方式可以显示你的领导风格和价值观。这种情况下展现出的优雅和坚韧，不仅可以增强团队的忠诚，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和伙伴对你的尊重和信任。如同安吉丽娜·朱莉所言，我们不相信命运，我相信值得争取的事情总是值得奋斗的。总之，虽然面对不公平的待遇是一种艰难的经历，但它也提供了一系列的成长和成功的机会。正如菲利普·奈特所说，最好的机会通常是伪装成不可能的挑战。那些能够从不公中寻找学习和成长的机会的人，往往能在商业世界中获得最终的胜利。所以，下次当你感觉自己在不公平的游戏中受到了亏待，不妨试着寻找其中的学习机会。这可能正是你通往成功的不可缺少的一步。8. 在孝顺自己的父母的时候，懂得吃亏。在谈到赚钱和事业成功时，我们往往聚焦于市场策略、投资策略和领导力。然而，对许多顶尖成功人士来说，他们的成功不仅仅建立在职业技能上，还深深根植于个人价值观和生活哲学中。其中，孝顺父母，
尤其在其中懂得吃亏的重要性是一个常被忽视却极其关键的方面。在传统文化中，孝顺被视为所有美德的基石。孔子曾说：“孝，德之本也。”这表明孝顺不仅是对父母的尊重和关爱，也是对个人品德的体现。成功人士理解到，通过在关系中吃亏，比如投入时间和资源来照顾父母，使他们实际上在建立一个稳固的道德基础。这对于个人品牌和商业关系都是有益的。例如，巴菲特一直公开表达对母亲的敬爱和感激。他认为很多成功的根源来自于母亲那里学到的价值观。在他看来，对父母的尊重和孝顺是他个人和职业决策中的重要部分。他的这种态度不仅加深了家庭关系，也提升了他作为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投资者的形象。在照顾父母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在不同的需求和期望之间找到平衡。这些技能在商业环境中同样适用，尤其在处理客户关系和团队管理时。如同奥普拉·温弗瑞所说，真正的同理心不仅能够倾听别人说什么，更只能够感受他们的感受。照顾父母的过程让我们实践这样的同理心，增强了处理商业关系的能力。此外，懂得在孝顺中吃亏，能够增强个人的自我反思和成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如时间管理、财务规划，甚至是与兄弟姐妹的协调。这些挑战迫使我们评估自己的优先级和价值观，从而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这种自我成长和成熟是赚大钱的人通向持续成功的关键。最后，懂得在孝顺中吃亏是一种展现感恩的方式。成功人士通常认识到，他们的成就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通过孝顺父母，他们展现了对过去的尊重和感激。这不仅促进了家庭的和谐，也是对社会传递了正面的价值观。如理查德·布兰森所言，成功在于我们对生活的热情，包括对家人的爱。总之，孝顺父母并在这一过程中懂得吃亏，是赚大钱的人在商业成功之外的另一种智慧。通过这种行为，他们不仅加深了家庭的关系，也培养了自己的人格和业务技能。这种深层次的人性化的成功理念，正是许多顶尖人士区别于他人的关键所在。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